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6月23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6月2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50.77，收盘价是264.61，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65，最低价是在248.25。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7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量，当日的成交量是1.669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78倍量缩。KD 值，开口增大，双线是继续下行。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下行的走势在增强。MACD 双线是趋于合拢，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这些信息说明目前的股价的多头趋势出现了回档。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是向下。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6月22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长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上涨到了高档，然后出现回档后的这样一个位置。当日我们会看到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然后是在盘中出现了反弹，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那这样的走势啊，说明目前反弹的力道是不小的。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有多头力量的继续进入啊，那股价很可能就会反弹成功，就是站上这根红 K 的最高277。那如果能够站上这个位置呢，股价目前也就完成了一个回后再上涨的一个走势，那后续股价将会继续上行。好，那当然我们说，如果股价在反弹的过程当中不能够站上277这根红 K 的最高，那股价很有可能会遇压而出现反转向下，继续回档。好，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6月2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回档，我们给了2个点位，一个是收盘价会在257附近，另外一个位置呢，收盘价会在249.5附近。第二个可能，我们给出的是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163附近。那实际在6月22日收盘价是在264.61，出现了反弹。我们预测的反弹和实际的反弹啊，收盘价点位相接近，但是走势是完全不同的。实际的走势，它是一个大幅的跳空低开盘，然后出现了一个大的力度的反弹，然后收盘在这个位置。对，我们预测的走势呢，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小的绿 K，然后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反弹。虽然我们说这个反弹的这个叫做走势完全不同，但是我们预测的反弹的位置和实际反弹的位置是它们的性质是一致的，就是都是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那这样的反弹为后续股价继续向上呢，打好了一个基础。因此，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上行。先来看上行，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上方的这条水平线277，是6月2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
完成这个目标不仅能够使目前股价的反弹成功，并且还会完成一个回后再上涨的一个走势。那一旦第一个目标被站上，股价会继续上行。好，当然我们说这第一个目标如果不能突破呢，股价很有可能会反转，继续反转向下。好，277被站上，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89，然后是上方的314。其中这条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焦点将是压力，因为1号趋势线是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和接下来的低点建立的头低的下行趋势。1号趋势线也是目前的最后一根，就是已经生成 K 线的最后一根下行的趋势线。例如3号趋势线以这2个高点定义已经被突破，那么1号趋势线如果被突破呢，将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对，所以它将是日后股价反弹的或者继续上行的一个强压力。好，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或者我们称为叫回档。股价如果回档向下的第一个目标，目前我们现在定义的是247，那么我们继续维持这个目标，因为现在股价出现了回档，然后发生了反弹，那这2个低点相接近，所以呢，我们还以247为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跌破这个位置将会出现头低，那将会转为短期的空头趋势，所以目前股价下行的目标就是转为空头，它要跌破247。那第二个目标依然是223，是6月8日这根 K 线的最低，那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回档啊，有这样几个强支撑，一个是有10日均线值，有247，然后有下方的缺口，同时还有20日均线值。对于6月23日20日均线值将会在235附近到达了这个缺口的下沿，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是目前股价下行的几个比较强的支撑。那对于6月23日盘中，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位是267.5，是这根实体长红 K 线实体部分的中线，也是它50%的成本线。我们把这条观察线上移到267.5，好，在这个附近。那在盘中我们要关注股价如果出现了继续反弹，如果能够在267.5上方运行呢，那很有可能股价收盘价会收在高位，甚至是突破上面的高点。但如果股价在盘中是在267.5下方运行，股价很有可能会在这个地方遇压而出现转折向下，收在平盘，甚至收在低位。所以这个位置是一个强压力，对，那接下来的强压力就是上方的277，也是我们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好，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我们之前是有6个仓位，在前一期视频讲过，目前已经是我们自己定义的是已经获利出场，或者是被止损出场。那么我们还有2个仓位是继续持有的，因为它没有获利，因此也就没有被停利出场。而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247，
目前股价都还没有跌破247，所以这两个仓位还是继续持有的。我们依次来说一下。首先，目前还持有的第一个仓位是有15%的账户的资金量的仓位。那么我们描述一下这个仓位，或者我们回顾一下，这个仓位是在6月13日收盘价这个地方，我们给出的进场点，价涨，然后呢量增，收盘价超过前高，前一日 K 线最高也超过了前高，所以这个地方是进场点。实际进场的位置是在6月14日的盘前，是在260附近进场5%，然后在6月16日收盘价这个地方，我们给出了加仓建议，也是收盘超过前一日 K 线最高，量增，又加了5%。实际加仓的位置呢是在6月20日的盘前，应该是在261附近，又有5%的加仓。好，然后一共10%，然后到了6月20日收盘，在这个位置我们又给出了5%的加仓建议，实际可操作是在6月21日的盘前，应该是在278附近有5%的加仓。那这样一来，一共是15%的仓位，它的成本目前是在266。那我们在6月21日给的这个仓位的止损位置，我们守的是247，因此在6月21日收盘之后，虽然跌破了5日均线值，但是没有到达我们的止损位，那这个仓位是依然在持有的。那到了6月22日，我们对于这个仓位，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在247，依然是247。那目前股价是大幅的低开，然后呢，收盘价在高位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因此这个仓位目前是依然是持有，没有被止损出场。好，那说到这儿，这是第一个仓位是15%。那目前在6月22日这个收盘价的位置是可以进场抢反弹的，但是在这个收盘价是不可以加仓的。如果有仓位，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的。我们说一下理由，就是目前股价是在一个反弹中，那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在超过277之前，就是这个位置，那股价随时都有可能会遇压而出现反转向下，所以目前如果有仓位，持有仓位的话，目前是不可以，再加仓的。对，因为目前的这个成交量并不是量增，所以买盘并没有大幅的跟进，所以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的。那到了6月23日，这个依然是15%的仓位，那我们要，因为还没有获利，我们要给出止损位。那这个止损位我们要守6月22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我们要守248，守这个位置。好，这是第一个仓位。第二个仓位是有10%的仓位，那它的进场点呢，同样是在初次建仓是在
6月16日的收盘这个位置，也就是在6月20日盘前有5%的进场，然后呢，在6月20日收盘之后，在这个地方我们给出了加仓的建议，实际可操作是在6月21日盘前在278又加仓5%，那这个仓位一共是有10%，那它的成本目前是在269.5附近。那在6月22日这个仓位我们给的是止损的仓位是247，那目前依然是没有被止损出场，依然是持有的。但是到了这个位置呢，我们说是不可以加仓，再继续加仓的，所以这10%到了这样10%的仓位到了6月23日，那我们要给出止损的位置，同样是248，我们守6月22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好，这是对之前还没有被止损出场两个仓位的跟进描述。我们在后期的视频，只要不被止损出场，我们还会继续去跟进这两个仓位。好，那么今天就是到6月22日收盘这个位置，我们前两个已经持有的仓位，我们是在技术上说是不可以加仓的。但是如果目前是空仓，或者说是在前一个交易日，也就是我们之前还有一个50%，还有一个20%的仓位，在6月21日收盘的这个位置，甚至更低的位置，在6月22日盘前，那股价是非常低的，已经停利出场的这部分就是已经空仓了。或者之前一直没有建仓的，就是一直没有仓位的这样的一些账户，那么在6月22日收盘价这个位置，在技术上我们要给出抢反弹进场的建议，是5%进场抢反弹，然后在这个地方进场抢反弹，目标是上方的275。也就是股价在涨到275的时候，抢反弹是可以获利出场的，因为只要说到抢反弹，一定是快进快出。对，好，那对于这个仓位抢反弹仓位，它的止损位我们要守当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我们守248这个位置。好。对，那我们说一下理由，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是可以进场抢反弹的？因为目前股价出现了这样一个当日是大幅的低开盘，那股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那证明反弹的力道还是挺大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是可以进场的。唯一的美中不足就是成交量是较前一交易是量缩。但是我们会看到，在和之前的交易日相比啊，它基本都是持平，实际上也是有很大的成交量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在技术上是可以进场抢反弹的。这是我们说可以建仓的理由。好，这是我们对两个多头的仓位和一个抢反弹仓位的描述。接下来我们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在6月23日开盘之后，我们认为在这个区域，就无论是高开盘还是低开盘，都会有空头的进场，因为现在KD 值是指标是向下，并且 MACD 的快线呢方向也是向下。绿柱逐渐的缩小，所以空头会在这个区域要进场加仓或者是建仓，因为在这根 K 线应该已经有空头进场了。好，
那么这个地方进场的空头，他们的目标是247，甚至是下方的缺口。那在这个地方进场的空头，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277。好，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描述。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6月23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在6月23日，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从263一直到上方的267。实际上啊，这个5日均线值既是压力，如果股价是一个高开或者跳空的高开盘呢，那么5日均线值呢还可以成为支撑。由于上方的我们测算上方的幅度比较大，所以我们把5日均线值暂时定义为压力位。好，第二个压力位就是我们说的上方的267.5，虽然只差了0.5个百分点，不多，但是我们不想把它合并，因为这个267.5它是一个重要的压力，一个支撑，我们要关注它。第三个压力位是277，然后如果我们再向上，第四个压力位我们要给出是或者我们直接给出就是第二个目标289。好，277上方是289。好，这是上方的4个压力。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258到260之间，是在这个区域。它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强的支撑。然后接下来的支撑是下方的247到前一日 K 线最低248，这是第二个支撑。第三个支撑是缺口235到242，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会到达235。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6月2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给出的第一个可能要给出2个方向，这2个方向是并列的，它们都是带有条件的。首先说一个方向，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上涨。如果出现补量的上涨，它将是高开盘，甚至或者是也很有可能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66，在这个位置。上方最高会到达276，收盘会收在274附近。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是不可以低于264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补量上涨。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下跌，如果出现下跌，它将是一个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63，最低下方会到达252，然后收盘会收在256附近。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64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跌。如果股价既不会出现补量上涨，也不出现下跌呢，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如果是横盘，它将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或者是高开盘，
那在这里我们想说，高开盘啊，实际上最高前一日 K 线最高与收盘价非常接近。那高开盘实际上也很有可能会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对。然后呢，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68，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59，然后收盘会收在262附近，对。也就是股价如果不出现上涨和下跌呢，会横盘收在262附近。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6月23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